戴着耳机还想要听到外界的声音，要么把耳机夹到耳朵上面，要么贴在脑袋上，要么就只带一个呗。但索尼没这么想，我给你的耳机上面打个洞不就完了？最近索尼发了一大波 LinkBuds 系列的新品，块头上面看最显眼的肯定是这个小音箱了。但先别急，我想先从这个外形看起来最眼熟的老熟人开始 ，LinkBuds Open。Open 嘛，哪儿开放了？其实说的就是这个环形的甜甜圈单元，个头也很小，耳机的本体比我一个拇指分布还要再小一点。新的收纳盒上下两个部分做成了不同的手感，因为足够小，用单手就能开合。我还记得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有说过 ，LinkBuds 里面的这个 Link 是连接人和环境。其实这个概念最早在18年的 Xperia Ear Do 就能看出来，因为耳机实际上并没有塞进耳朵里面，所以可以把环境声听得清清楚楚。效果嘛，走在街上就像是。这种感觉和降噪耳机的通透模式完全不一样，周围的一切响动都能传进来。听歌的话，感觉走路都自带 BGM。这里我也给大家听一下对比。即使降噪耳机的环境声模式做得再好，只要风足够大，麦克风也会受到风噪的影响，而且经过处理的声音传进来，就有点像是带了一点底噪。Open 给我的感觉是听到什么就是什么。像平时小伙伴找我说话的时候，要是戴着耳机的话，打开环境声来听吧，怎么都得多一步点击的操作，而且喊你的第一句话你根本就听不清楚。最后呢，干脆还是把耳机摘下来讲话。哦，你再说一遍。LinkBuds Open 就可以一次性戴比较久的时间，把这一端对准耳道，微调一下位置，再将这个小揪揪卡到耳轮上面，就靠这几个点将耳机给支撑起来。因为中间这个洞可以透气，戴多久也不会有耳朵湿湿的感觉，还不影响佩戴耳饰。这几天带着听书、听会议，甚至还可以睡觉听一晚上的 ASMR。你本来就很美。而且索尼还是那个索尼哈，硬件只是基本的，软件总要给你整点活。平时你要是戴着耳机，一开口的话，音乐就会自己停了，自闭一会儿，声音又会自己回来了。这个我还是挺喜欢的。而且不知道你们戴耳机是怎么切割的，用 Open 的时候可以轻点脸颊控制，挺好的。不然翘耳机的话，总感觉脑瓜子嗡嗡的。还有个好玩的，很多人都知道哈 ，AirPods 配合 iPhone 可以用点头、摇头来交互。简单来说就是点头 yes， 摇头 no。但估计只有知道的小伙伴才知道，在苹果之前，索尼就已经把这个功能做到 SM5降噪走上，所有手机都支持这样接挂电话，连 iPhone 都可以。这算不算是趁 AirPods 还没有更新，提前的苹果一把？而且更沉浸的是，这个 AutoPlay 会根据安静、走路、跑步不同的姿态来调用音乐 App， 匹配合适的歌单。收到通知不想听了，就直接摇头挂断。感觉索尼是真不想让我拿起手机哈。把手机给我放下。语音控制我也觉得很好玩，简单点说，你只用叫一声语音助手，就能直接唤醒各种手机的语音助手了。像苹果的 Siri、华为的小艺、小米、OPPO、vivo 主流的手机都可以被叫出来，而且适配了的手机还可以直接调用耳机的麦克风和语音助手对话。你看哈，我现在把这个 iPhone 放到冰箱里面，这个时候我喊 Siri， 它是听不见的。Hey Siri，Hey Siri。但是呢，如果这个时候我喊语音助手，哎，我已经听到了，它就可以隔空把这个 Siri 给拽出来。有一说一啊，忙起来的时候 ，iPhone 真的是永远都找不到。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用 LinkBuds Open 唤出 Siri， 先凑合用着。你说索尼耳机会不会以后可以像 Apple Watch 那样反向找手机？抛开手机不谈，这个耳机本身也是自带语音功能的。喜欢用国专听歌的专佬们流下了时代的眼泪。没想到用着大号的 MP3 还能享受到手机的语音交互。只不过啊，我发现在某些场合下使用这个功能，会让你看起来宛如一个社交悍匪。嘿，你好，播放音乐。
这次索尼 LinkBuds 系列发布的一堆新品里面，还有一个这个 LinkBuds Fit。有一说一啊，现在这些名字的后缀啊，什么 Pro 啊、Ultra 啊、Plus 是啥，我都还能理解哈。Fit 是个什么东西啊？首先呢，刚刚提到 Open 的一大堆的软件功能 ，LinkBuds Fit 都是有的。因为 Fit 是入耳的降噪耳机，相对扁平的耳塞，体感上面和耳朵的贴合会更加紧密一些。耳塞本身呢，也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，跑跑跳跳，耳机也不容易从耳朵里面滑出来。而且它还有 Open 都没有的 Hi-Res 小金标和 LDAC， 又配上了降噪豆5同款的处理器和发声单元，给大家听一下音质。而且和开放的 Open 不太一样的是，它可以自动跟着环境噪音大小来调整透传过滤的等级。这里呢，为了给大家看出效果，我们选择了高灵敏度的设置。随着噪音的变大，耳机自己调低了环境声的等级，听起来呢过渡就比较丝滑，和降噪模式那种瞬间切换还是有区别的。而且这一次体感最大的变化就是这个全新的 App 了 ，Sound Connect。原本索尼耳机连接用的那个 App Headphones Connect 就要被它给取代了。你看哈，这个之前的 App 点进去主页之后呢，这里呢就是那个开关自适应声音控制的地方。打开之后呢，它就会随时跟着你的动作去切换降噪还有环境声，基本上就是要么你一直用，要么你就一直都不会打开的一个功能。但是呢，它非要在这里唬我一脸，底下这里呢又只剩下这一个大大的切割。但是我就想问了，我切割的话，我不是这样更方便吗？ Sound Connect 除了把最基本的 UI 还有动画给改了，让耳机看起来更加 Q 弹之外，原本的状态、声音、系统3个平行页面也改了。现在一点进去就是声音控制和均衡器，这样一打开 App 就可以直接调，还挺省事儿的。其他的功能和微调的选项都放在了2级页面，这样子也很合理。像环境声等级这种设置，很多时候就是耳机买回来的时候玩一玩，选中喜欢的设置之后，大概率也就不会再管了。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，之前的旧 App 只能连接索尼的耳机产品，现在连音箱都给整合进去了。在有了统一的软件支持之后，索尼终于可以来实现一些手机厂商喜欢玩的互联操作了。没想到啊，一个音箱也能叫 LinkBuds， 你这个 LinkBuds 的定义有点广啊。这个音箱还有耳机，我现在已经是配对好了。等我出门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耳机拿出来戴好，这个声音呢就已经到我的耳机上面来了。你看这个进度条还是在走的，音乐还在播着的。那等我回来之后呢，我就把耳机一摘，等我的耳机放好了之后，音乐就会流转到这个音箱上面去。你还别说啊，这么小的一个音箱，它音质意外的还可以，人声还挺抓耳朵的。而且它这个音箱也很好玩啊，底下呢是一个充电的底座，触点是圆的，所以说你不管哪个方向给放上去，它都可以充电。要挪的时候呢，一拉提手就可以拿走了。要是整2个一套，45入也是一个开放式耳机了，你就说开不开放吧。玩完一大堆 LinkBuds 系列的东西，我有种感觉啊，他们的产品不仅仅只在于一个环形单元的设计，设计耳机一般不就是围绕着使用的那部分时间来做优化嘛？要么就是不断的升级降噪，要么就是不断堆更好的音质。但 LinkBuds 想的是怎么样才能干掉我不用耳机的时间？为了这个目标，耳机能做出来几种不同的形态，软件呢也整出来一个新的，还弄了一个能让我提来提去的音箱，不用管我现在是居家还是在干什么。这个 Link 我再给翻译翻译，就是让我及时的能听到想听的内容，简单一点就是不停的听歌。但是这么玩下去，等到耳机戴在身上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没准以后大家都人手一个开放式耳机，就像眼镜还有手表一样，出门没准都要检查一下，我耳机呢？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